这里是唯品会冠名播出的《是女儿是妈妈2》，上唯品会大牌衣服3折买。是女儿是妈妈2的指定鲜奶品牌鲜博士，牛在身边，奶更新鲜，鲜奶就喝鲜博士。妈妈，什么时候回家？妈妈，陪我睡觉。妈妈，我不会这个。妈妈是个忙碌的人，特别是在家的时候，妈妈是个可爱的人。她也曾经是个小女孩，可当我长大，我妈她也不扫兴，你想去做什么事情，她都能够去陪着你。她作为一个在家庭中的女性要素，我妈都在尽她的全部。就哪怕她不认同，但其实她最后都还是会支持我的想法。我们都很要强，我们都很想掌握自己的人生方向盘。他们身处参差的年代，面对各异的愿景，遭遇无可回避的代际交锋，一定会的，但又如何呢？交锋之风，定以爱为名。应该跟你道歉。I love all of you. Love all of you。26岁的陈潇回来抱抱你，谢谢妈妈。对，你太贴心了。宝贝，妈妈爱你。当两代熟龄女性相互对望，认同的目光定会在如期而遇的瞬间，超越代际的时差，在新的旷野绽放。真正的继承，是归还彼此姓名里的山海。我们终将在各自的土壤里，长成彼此的故乡。4对为爱而来的母女，开启20天探索母女关系的游学之旅。他们将共同面临旅途带来的生活考验与情感练习。跟家长，我就把他们当成同龄人接触的，因为这样会让他们觉得更年轻。一个人无论成功不成功，在妈妈面前永远是那个孩子啊。探寻母女关系相处的多元样本，解锁母女相处之道的可复用手册。与最爱的他练习如何爱。妈妈一直都是很爱我的。妈妈，我爱你。欢迎来到《是女儿是妈妈》第2季。我是演员、歌手、制片人，我是黄圣依。谢谢不好意思，咱们还有歌要唱。好美。
最近状态挺好的，你简直会认不出我的。这个角色我演得很快，亲着你，抱着你，自己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更加充满热情的我，邀约也会更多。坦白讲，愿意投入，你的产出一定会越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补的。你现在就对工作啊挺有积极性，挺有热情的。我现在就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龄段，因为现在又要照顾父母，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又希望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事业，标准的三明治人，两边夹击。但你不能够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因为这些都是你能量的获取的源头，所以就让自己练得更加强。啊，我现在觉得自己是个挺强大的女儿。你对姐姐满意吗？这个我就很难说了呀。本来她可以有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遇到的困难是我很难想象的。我很心疼她，我希望她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她有她的想法。她从小到大的决定都可以自己做吗？读大学以前基本上都是我们做。那你觉得你做的这些决定她都喜欢吗？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她接受吗？她不接受也得接受。决定权在我。在我妈妈的那个年代，她应该是很多人仰望的对象吧。在她的领域里，她几乎把能拿的荣誉都拿到了。她也自然而然地把她在工作上的性格带到了生活里，为我安排了很多事情。一笔一画了构建了我的，有点像人生的指南针，告诉你往哪里走的那样一个角色。但我可能没有像他那么强势，他有的时候也像有个盔甲把他自己罩住，然后这个针也会指向我。To enjoy， 我知道 enjoy the joy， then read the book。就这个冰箱就需要好好整理一下，它最好是1个星期，或者是隔一段时间。侬搿2天昨天哦，本身阿拉个冰箱是老清爽的 ，it's all clean。Maybe every day we have to buy something and eat something, have to have something to eat. But then you will come here just order mine to write some article. So that's all. 不是，我说的是你的冰箱里要清洗，定期的去清理。阿姨来，她就是可以定期的再帮你审核一下。为什么要她审核？那你现在 I just have the shop。不是，我讲不听啊，阿拉5日天都没一点点垃圾。那来的搿几天哦，垃圾是多得来，太天看了来。我还要种菜，伊没办法代替我。That's all。这都放了多长时间了？我从来不吃的，所以搿个物事，这个怎么会把染发剂放在冰箱里了？它不需要放在冰箱里的，它不是所有东西放在冰箱里，它的保质期就增长的。
侬看看叫呀，那么我现在找重新并进去。勿是，侬看叫搿是啥？搿是豆腐干。侬搿个豆腐干写了海啥了嘛？25年1月25号，搿只包子吃。搿么就搿勿是我买。7天，搿勿是我买的，是王家买。不管谁买的，反正它时间久了要清一下。Just try，OK？有一个阿姨其实真的是好很多，而且现在年纪大了。你像上次你那个花，阳台刮了个大风嘛，然后你在搞花还是搞什么，然后那个风一刮，这个门就撞到了，然后你的手不是就被夹住了嘛？然后后来还不去医院去骨科去看。That's wrong。吃一点点。我就是想说，我觉得有一个人在会照顾的更加好一点。如果你不想让他做的事情，你可以跟他讲，就这个比就是一下子否认这件事情和否决这件事情，我觉得更好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有商量的余地。妈妈。咋了？劳动这一个词始于《三国志》，但原意指的是体育活动。所以在你的概念里，你觉得劳动就等于体育活动 ？Yes, that's right。我觉得你说的没有错啊。首先，我觉得劳动可以，但是你如果负担太大了，它就变成对身体有害的事情了。就是你不需要，但可能爸爸需要。可能我们需要，哎，可能冰箱它需要，已经有了呀。我本身有个房子，伊硬件是要搬得来跟哪一道？吃一口。我饿了。阿姨是来照顾哪个？根本我爸爸听，我不需要侬照顾，侬需要跟爸爸商量，不是跟我商量。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人。侬跟爸爸商量。你上次提那个水桶也是太重了，然后把腰闪了，记得吧？然后做理疗做了半个月，然后才好的。所以其实你真的很需要找一个阿姨，年纪也大了嘛，很多事情毕竟是力不从心。哎呀，天哪！我觉得也不能够强扭，但是我一直希望让他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需要一个健康的妈妈。他不愿意在我的面前表现出他自己已经在慢慢的衰老，能力已经慢慢的不如从前了，他不太想承认这件事情。我也慢慢长大了，那这个方向盘就要从我妈妈手里接过来，但是妈妈她不想让我到副驾的位置。我们之间的确存在的矛盾是有的，我需要消除这个矛盾，我想尽可能的多理解他。他一个人过中年的40岁的人，他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是很不容易，也不想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理解万岁。啊 ，OK 吗 ？OK， 你可以适应啊。OK。
我觉得也可以搭上。不可能。我有太多的衣服，太一样。阿姨很有自己的想法。你会担心在这趟旅程中和妈妈发生矛盾或者吵架吗？我希望去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问题出现了不是件坏事，但是毕竟是长辈，你也不可能跟他们去不开心，所以我觉得问题解决可能还是要通过一些方式方法。那您期待这趟旅程有一些什么改变吗？我觉得改变很少。你觉得您跟女儿在这一趟旅程中不会有什么矛盾吧？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苗，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杆，我有我的红硕的花朵，也不会打打杀杀，不会。可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你试一下。你给人展示展示。很好，和我的礼物有点大。和你礼物有点大。黄水晶手链。哎，今年特别兴这个，漂亮吧？谢谢谢谢谢谢你拿来珍贵礼物，我爱你们。这下弄的，这下弄的我不会啊。继续继续，生日快乐！谢谢，感谢老公精心的准备，感谢宝贝。我什么？你的爱心、孝心。对。从小就感觉和一般的孩子还真。先吃饭，我想先喝点汤，饿死我了。Stop。我小的时候很怕我妈，但我长大了以后一点都不害怕我妈。自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世界排名第1的陈梦就神勇无比，不断突破自己，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1个全国锦标赛单打冠军，第1个女子世界杯单打冠军，以及国际乒联总决赛4连冠等一系列荣誉。可以开始了是吧？等一下，让我把门关。音频老师听一下声音啊。可以吗？我是庞敏的女儿陈梦，我的家乡来自山东青岛，我非常爱笑。大家好，请介绍您的妈妈。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但是非常严格的这样一位严母。大家好，我是庞敏，陈梦的妈妈。我也是一名乒乓球运动员，曾经在部队打过乒乓球，现在退休在家。她曾经当过兵，所以她身上就是有一种特别规范、特别规矩、雷厉风行的这么一个感觉和状态。啊，今天问一个问题，说你觉得你在妈妈心目当中，就是按家庭排位排第几？你猜一下，妈妈对你们的家庭排位是怎么样的？我可能第1，我爸第2，他第3，我觉得。对，回答正确。你看，我就知道。哎，我问你，你的排序呢？那我肯定是最后啊，你俩在第1位啊。是我俩谁第1啊？这个问题在我小的时候就给出答案了，你俩我都是一样的。要是如果想让你排个1、2，你排不出来，多多少少的也那也排不出来。你俩都是一样的，我一碗水端平。你，但是我感觉不对。你有什么感觉呢？你肯定在你心目当中，你爹在我前面。为啥呢？你咋就对自己这么没自信了？你这就叫没自信的表现，我跟你说。
为什么没自信呢？因为你小时候我管的你比较严格，虽然你知道那都是为你好，但是相对的来说，你就感觉爸爸多多少少多那么一点点吧。这个是给女儿的小棉袄嘛。谢谢老爸。你这个手工豆腐脑太厉害了。我在家里就能吃到这种手工的豆腐脑，我不用出门，真好。我爸对我就是特别贴心，比如说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我今天在这个桌上夹哪个菜子几块，他都能知道。他会直接就发现我喜欢吃什么，不爱吃什么。我妈就说：“哎，你再吃两口这个。”比如说，我爸就会接着跟我妈说：“他不喜欢吃这个，你没发现吗？他都没碰，他碰了一下就没碰。”他还去买过心理的书，还有讲体育方面的这种书，他会去看，大量的看，去研究。然后爸爸就也会给我很多思想上的沟通，包括思想上的这种辅导。所以其实我爸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安全感跟这种温暖。对吧？你小的时候可能有这种感觉。因为你太凶了。说实话了吧？小的时候，你说后悔也没办法，但是就感觉是为他好。作为自己的妈妈来说，你就不想让他那么放纵，你就想严格的要求他，因为想让他做得更好嘛。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教练用小鞭子打我了。回家我就跟我妈说过这事儿，当时我的心思是想，那回了家他们可能觉得挺可怜，会安慰我吧。结果回家了以后，我妈跟我来了句：“你以后回来，教练打你哪，我就再打你哪；教练打几下，我打几下。”就是我当时的时候，小的时候我很不理解，我就感觉这是我亲生吗？因为你想，教练要是说揍他，那也是为他好。如果你现在你偏袒他，你对他将来以后也是没有好处的。所以说，我就同样的方式，我又揍了他一顿。下一次他回来，他就不敢和我讲。有时候进门的时候就感觉看看，哎呀，是不是爸爸在家里面，是不是姥姥在家里面？如果这两个人不在家里面，他进门他就很心虚了。回到家以后，很多时候就让我站在那里，让我吃饭的时候我也不敢吃，因为他小孩嘛，小孩你如果说你在他眼前表现出来你那么慈善，那么温柔，他不会怕你，他有些东西他就不一定那么自己那么严格要求自己。比赛有的时候输了也控制不住自己，我会想哭，有的时候也会掉眼泪。我妈就跟我说憋回去，你要想办法怎么在场上赢得胜利，就算掉眼泪你也不可以在大家面前掉眼泪。他太凶了，我也不敢不憋，我就一直忍着，我就憋回去。我就后来回家以后报喜不报忧，因为我说了，我知道他也不站我这边，就想要让他再走得更远一点。所以说你付出的必须要比别人还要多。我是5岁学的打乒乓球，到了7岁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休息日。9岁去了山东省队，13岁吧进入国家队，是那种环境促使我要去提高，要去进步的。输了以后，我的父母总是会让我从我自身去找问题，这些不足的地方你怎么能够去克服？你只要能够去面对，但不能逃避。如果你今天在训练的时候状态不好，或者说你的整个状态不够亢奋、不够积极，有的时候他就会说我，你的意志品质不够顽强，比赛的争胜的欲望不强，他也会跟你凶。那是我第一次出现这种硬伤，我当时就在那现场的时候，我那个眼泪疼的我忍不了的那种疼。尤其是我们教练问我你还能不能坚持的时候，
我就更想哭了，因为我坚持不了那会儿，完全坚持不了。当时冠亚军决赛呀，我都打到冠亚军决赛了，眼泪就流下来了。心疼这个话我不说，心疼肯定是在内心里面自己心疼，自己难受，但是在他面前我永远不会表现出来。我就感觉哪有亲妈这样？你说亲妈不都是应该，比如说我上超市要什么，不就应该给我买吗？然后哄着我吗？那你怎么那么凶呢？那我还想教育你，你如果跟着我出去要东西的话，那别人带着你出去的时候，会不会你也要东西？人家就好说，你看你教育个什么孩子？所以说我带着你出去的时候，你要东西越要越不买，就这个样。你看你后来你慢慢跟着你小姨妈跟着小姨夫出去的时候，你从来不要东西，他们都说哎这孩子真是天生的好。我说哪有天生的好呢？你看那小孩不都从小都是贪吃贪玩？我说你就是要从小教育他，给他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树立一个好的形象。可能是我妈对我太凶了吧。我9岁有一次，我们俩在队里面走的这个路上，我突然问了她一句：“妈，你是我亲妈吗？”我妈都懵了，她说：“那我不是你亲妈，谁是你亲妈？”我就觉得我那几个姨妈都是我妈，就是这种样的状态。她问我：“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每周都来看你？”我说：“哦，也是啊。”就是现在想想，妈妈就是属于那种没有付出很多的这种。妈妈每周都会从青岛来济南看我，然后每次来的时候就会带着我爱吃的海鲜，大包小包拎着，每周都是这样，每周如此。但是从来不会在我面前跟我说她有多么的辛苦。我想说的是，小时候不努力，她现在就不会这么自由。现在陈梦长大了，以陈梦为主。他想去做什么，我都满足他，因为小时候陈梦，缺少这个童年，特别想完成他这个心愿，弥补他小时候童心玩心。我的什么童年清单，如果这次能去打卡完成，可以，你写吧，你写。知道我第一个要写什么吗？旋转木马。对吧？我就知道。第二个，你知道你想干嘛？你说。爬滑梯，对吧？这都是你小时候没落着干的事。妈，其实我还想跟你一块玩密室逃脱。可以。你想玩什么我都陪着你玩。唱出了尿水儿，亲一下，再亲一下。你觉得女儿和妈妈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母女关系很微妙，我觉得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的，也不是1天2天的事。我是李佳格，我是柏友霞和李记的女儿，现在是一个歌手。是2个孩子的妈妈，嗓子有点哑，直播累的。
的李佳格先位夺冠。是位夺冠，我觉得怎么看了？当然，一儿一女对我来说已经赢面很大了。对，我之前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期，因为有孩子嘛，我那会儿就几乎停掉了工作了。停掉工作了之后就没钱嘛，兜里。但是不可以哟，李佳格的世界里不可以哟。我就当时第一件事就是我得自己赚钱，我得养得起自己。我从小就这种事情会比较敏感。我告诉你辉啊，那筐是我们家，知道吗？上面那猴是我，底下是博永霞，中间是格格，把我累得像猴似的。我小的时候真的很乖，我妈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要让她抱，但我有记忆的，就是不让我妈抱是为什么？我怕她累。所以我大部分的事儿我都是自己扛，有点给妈妈做老公这种感觉。我觉得对于保护她这件事情，我比我爸做得好。对，给我些纸吧，我泪失禁体质。我如果哭太多次怎么办？没关系，我们这次就是真实的想听你聊聊天。这轱辘掐了，别剪进去啊！大概看上去还是要像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来吧。那你觉得你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啊？我妈她不太像一个60岁的阿姨，像个小女孩。她自己做了睫毛。做了指甲，啊对，从来也不做美甲，可以上节目了美一下子，真的。然后瘦了，妈呀，她瘦了得有个五六斤，4斤4、5斤，多说4、5斤。爱美是有爱美的，就不想就过分的去捯饬自己，就那种。是吧？哎，干嘛？我要拿这个。行，那这个包不好背啊。我就装我自己想走的。行，你想背你就背。包啊，这鞋能穿吗？能穿啊。那我拿着了。行。我家哥特别孝顺，从小就是特别乖的一个孩子。我只要是有什么要求，他都是满足我的，无论什么要求。从小到大，我俩从来没有吵闹啊，不听话，没有过。烦人的。从小就这种卿卿我我。妈妈陪我到小屋看。可以说是搂着抱着长大，天天就脸贴脸，回来必须亲一下，在一起就亲这儿亲那哪都亲。就是上大学了以后，每次回来他就跟我一被窝，没有说自己睡的时候，只要回来指定是一个被窝，没有说不一个被窝的时候，没有过，一直在一起被窝。这么大了，他很做到的一点就是，只要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会及时回复我的。会接电话呀。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这还语音留言呢。通话已转，请在提示音后录制留言。挺怪的。闺女，那个你妈找你，我电话给她。我工作忙，不咋联系，有事才联系，没事不打电话。哥，怎么了？你那个穿没穿完呢？没有呢。大约多长时间啊？40分钟。40分钟啊？咋的了？包饺子呀？人家穿，不是我穿。我就烦急眼，一急眼我就受不了。那好说不行了。行，那等你吧。手机给我。你没有信号了，信号好像很弱呢。没啥信号。
你吃饭了吗？你吃没吃饭？妈才回来呀，宝啊，你吃饭了吗你？你吃了吗？这有。爸爸买零食了。买了鸡排，宝贝。罗阿姨，哎，一会儿帮忙包饺子啊。好。哎呀，我咋的了？我是习惯了。你不能包是咋的？阿姨，这个是，啊，这是酸菜啊，对。你着急？你着啥急呀？不是，我合计等着嘛，等着都等。都等着我也在工作呀。不是，我和你那个穿串不找的想穿就早点穿吗？设计哪那么快呀？急唠唠的打电话。我才没急唠唠，我就告诉你快点儿。哎，我妈有的时候她边界感差了点，就甚至我都结婚了，她就是现在还想跟我一起睡觉。可能是结婚以后吧，就觉得不是那么黏了。从小到大一直腻着，到现在不腻子了，我就心里有点落差。她已经怀孕的时候就告诉我了，当时那时候我都要疯了。当时就说那哥哥正在走上升期，为啥你们家长咋不阻止这些事儿呢？我妈总觉得就是我嫁给程程，可能就是在上升期突然间选择了归隐山林。当时是很生气，特别生气，给我心炸了。搞对象可以啊，我就是不想让他就是早就有孩子结婚那种。她总觉得我老公我婆婆把我带的不一样了。我妈觉得是你跟谁都割肚皮，就跟她共用一个肚皮。她从来不会跟我就是说急眼说话的，很温柔那种说话。说为啥她大了就变了嘛？我妈一大法宝就是哭，说不过我就哭，她就是满腔的委屈，我就算不聊了，不唠了，我走。不是说有什么大事吵，就是说话就会高音了，听起来就哎呀妈呀，至于吗？就是这个态度方面，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我也没有推他，但是我又得直面我自己的确是在回避这件事情，就觉得好像有一个门被关上了。然后就把我和我妈隔在了屋里和屋外，偶尔敲门，不常开。也许他不会理解我的心。我想了解，但是不知从何下手。我觉得李佳格很爱他妈呀。李佳格情绪的一丝一线都被妈妈的一句话牵动的，有时候有点过于敏感了，但实际上是的，对吧？就是他说一句话，你可能会想很多。然后我妈呢说话又不注意，然后一个说话不注意，一个想得多，哎，出行顺利啊，别吵架啊。我应该不会，尽量吧。尽量不会吧？我觉得我跟我妈几乎都是因为纠正每件事情，说这个事不应该怎么样，就试图在说服她的过程中，发现说服不了，被挡回来，我就会很无力。完了，还没出发呢，就进入到这种环节。不是，是因为他经常跟我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谁不好，然后我就觉得这些负面，我实在是承受不了了。我就是说能整，不能整，我先走了。我一说啥事儿，你就觉得是负能量，就是不能跟你说，就是有话也不能说。今天你看，现在我跟你说吗？不说特别好，我就很轻松。是你是挺轻松。算了，没事。其实李佳哥说点啥，自己好像没人哭，你不知道而已。斗嘴是长的，他妈这样吧改不了。我担心哥哥受你霞姐的气是啥呢？因为他和大家交往
他不会露出和格格在一起的那些问题，他一些问题只有格格能感觉到。你和女儿之间有没有什么很难开口的心结？没有，真的。唉，没有，因为就是真的在我心底那个事儿，我不愿意放在这儿说，对，因为我怕伤害到他。我和他爸一直就想把这事儿赶紧解开吧。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我很了解，一直很了解。我觉得我确实对我妈妈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会想改变一下相处的模式。不是不熟，就是母女之间会有距离感。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太跟父母谈过心吧。期待会发生的事情，要不我们俩干一架，要不然我们俩吵一架。那我谁管他？你啊，你不是没事了吗？有啊。你有啥事啊？好吧，给我吧。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聊起来的一些事情。我是陈潇妈妈，我的姓名，比较有年代感，叫梁爱群，今年54岁。Hello， 我是梁爱群的女儿程潇，目前是跟妈妈，然后还有妹妹，然后生活在上海。我的女儿陈潇，她现在的职业是一个艺人。在我的心里面，她是一个完美的女儿，她比较坚韧啊，这是我特别欣慰的一个地方。然后特别善良，然后非常努力。目前我是和妹妹一起住。那就是说妈妈是一个人住。对。我们同城不同居。我们同城不同居，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现在都是年轻人的理想状态，然后也是老年人的理想状态。广东人有一句话叫一碗汤的距离。我要做个懂事的老人，懂事的妈妈，就是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就是不要过多的去干涉他的生活。谢谢，谢谢。给外卖到啦。有点小心翼翼，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怕给孩子增加了太多的负担，太多的压力。母女之间会有距离感，这个距离感呢，可能就是说，确实是他从小离开家时间比较长，在一起相处的时间、相聚的时间很短。就是我之前也说过，就是我确实也不知道他
遭遇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太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双方可能就是因为太爱对方了，然后互相都不愿意说，导致可能就是我们都是互相就是自己扛，然后他也自己默默的扛。11年了，可能有的东西我也不太了解他了。然后他可能离开我10几年，然后他也觉得妈妈就是我们之间可能都会跟小时候原来不一样了。他们的那个行程啦、动态啦，基本上我都是刷手机了解的、知道的。他早几天他发朋友圈，我才知道他用荨麻疹了什么之类的。就是我可能他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怎么样，他不说的话，我这是真的完全不知道。然后就是他生病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然后他就在深圳动了手术。生病这个事情，其实跟着我自己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原因吧。就是妹妹在高考，就是我在全程陪考。等到高考结束了之后，然后我就自己去医院挂了个号，可能拖延了时间，已经就是到中晚吧，应该3A 了吧。哎呀，刚刚好，妹妹就是考完大学，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人生还有挺多安排的，怎么突然就来这么一下？我妹妹陪我妹妹都吓得在哭，然后再多说，她说万一我有什么事，她怎么跟我2个女儿交代？是很生气的一个点，就是我家里所有人都知道我妈生病了，只有我不知道。就她到动手术都没有告诉我，如果妈妈不在的话，就是可能只有我跟我妹妹了。妈妈手术第2天的时候，我就飞回深圳了嘛，然后就接来上海做的化疗。但是到整件事情，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过。就是我跟我妈也会有点像，就我们更多的想让对方知道自己过得比较好，然后有很多事情其实不太会跟对方分享，就是那种只愿意分享好的事情，然后很多不好的事情就是不愿意分享。但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不亲密吧，其实它可能反而是一种亲密的表现。告诉潇潇是我做完手术后，立马就给我打视频电话了，然后也把我骂了一顿。我觉得好温暖啊，骂得我很开心。他就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不说呢？你让我们怎么办？然后说了一大堆。给我租好房子呀，然后给我找好了护工阿姨呀，然后就是马上就接受治疗，方方面面他都能够给我考虑得很周全，去面对我的这个重疾啊，然后就觉得我挺对不起他的，真的。他是一个默默做事的孩子，他不说，他那种懂事是让人心疼的懂事。哎呀，我何德何能，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女儿？就我能够感受到，就是他觉得我很辛苦。可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完美，就我可能提供不了那么多的情绪价值给他，说这不是我擅长的事情。作为妈妈，在孩子心目当中的形象，妈妈是能够替孩子扛下所有的。但是好像现在妈妈扛不住了，扛不动了，扛不起了。我就觉得她扛起了这个家，
我现在状态非常好，但是也有可能是倒数，是因为我分期不太好，复发的概率比较大，所以现在我会珍惜每一天，不要有任何矛盾，然后尽多的去包容，然后去理解，去相信他们。老人家有一句话就是说，妈妈在家就在，妈妈在哪家就在哪。其实也很万幸，幸好他们有2个姐妹俩，就是我为姐姐生了妹妹，为妹妹生了姐姐。我希望以后他们能够，就是没有妈妈的日子也能够就是很幸福的，然后很坚强的，然后过好每一天。就是可能我可能都很难接受，是吧？对。没事，淡然一点。就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就是来了就接受，但是我不想过多的去干涉他的生活，所以也有一些遗憾的事情，比如说他到底喜欢吃什么东西。有时候其实呢，就是还会吃点小醋，就是觉得，哎呦，好像他家里的阿姨好像比我还照顾孩子照顾得好。说说就是陈潇和妹妹，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闻。然后希望就是跟自己的孩子，然后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然后我不会就是掉队太落伍了。嘿，仔，嗨，要找你去了，给你煲汤，西洋菜汤，你先尝一下，我给你打开。对，我给你抱着。没事，我可以。累不？好烫，吹一下。好喝的。你看，要趁热喝完哦。好的。拿回去喝。好，拿回去喝啊。我来。小欧给你吧。好。然后还是得带走。不带走啊，可不带走啊。那谁管他？你啊。你不是没事了吗？有啊。要啥事啊？好吧，给我吧。走吧，拜拜，慢点啊。好。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创造一些属于我跟妈妈的一些美好的回忆，镜头会记录下来。到很久的以后，就我们还是能够有这段珍贵的印象。期待会发生的事情跟潇潇更热络一些，更亲近一些。母女2个人就是能够有多聊聊天，然后他跟我多说说他自己。要不我们俩干一架，要不然我们俩吵一架。这个是我们节目的邀请卡。
亲爱的妈妈，欢迎来到《是女儿是妈妈》第2季。亲爱的女儿，欢迎来到《是女儿是妈妈》第2季。现邀请你和亲密关系中的最小单位女儿、最小单位妈妈，离开熟悉的环境，远离沉静的生活，展开一段看见彼此的交心旅程。你们将在这趟旅行中共同创造一段全新的人生经历。你们将在这里探索自己，聆听他人，用你的人生经验共情不同女性的处境。希望你享受旅程，大胆体验，勇敢做自己。出走吧，出走吧，出走吧，就现在！出走吧，就现在 ，Go！ 出发！拜拜！今天没有跟妈妈一起出发，因为她从她住的地方出发，然后我从我住的地方出发。他有跟你说他想带些什么吗？没有，这次收行李反正也就是各收各的。这次跟妈妈在一起录节目，你会有什么担心？我觉得还好，这次是常驻，就是要录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可能不知道会聊什么，没有话说就没有话说呗，就是这样。这里。来，我帮你。走不用，我帮你。来，我自己来，走。这会儿才订不到0啊，差点都到机场了。谁到了就等着就。你晚上没睡好？没睡，我根本就提前收拾行李啊，我3点才收拾完。我今天睡得还挺好，12点一直睡到5点多。你啥也不带，你啥也不想，带个手你就走了。啥？我自己带都带了呀。你不让我带面膜、洗哎，水，对你带那些，我让你停，不说了。咱俩饺子没带啊？谁也没想起来。妈呀，你要不说现在我都想不起来。要不就改签回去拿，没有别的办法。那现在收来不及，这是浦东机场。算了吧呀，这么多东西啊！不是你出去时间长嘛？那也装不了这么多东西。我一样拿出来。一样看能不能用。你看，小饼干。这是我的。你的。这给我的。这是，嘿嘿。你看了？是我的西梅，你喜欢吃的，全是吃的。你那是啥？这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萝卜，吃萝卜啊，这个小花生。对，这花生米要带的，吃萝卜配这个，万一烧心了。重点是来了，药，膏药啊，这是你平时吃的药。听听你妈，听一听啊，听不好。好，这给我的。这些是。茉莉桃、皮卡的海苔、小米果，这个喜欢吃的。太用心了，瘦太得。对。那你就把我们送上去。那肯定的。太好。要走了，爸爸。回来见，再见。
抱一下，抱一下，抱谢谢。走了，拜拜，再见再见。你爹还没走。拜拜，听不见，听不见，但他看到了。发个语音给他，爸，我刚跟你敲了敲窗，说了句拜拜，你能听到吗？听懂了，我都听是摩斯码的感觉。摩斯码的感觉。哎呦我天！摩斯码，摩斯密码，发密电的声音。幽默还得是你啊。对。那我们要收一下东西，妈妈，你带什么？这个裙子是什么时候的？这个是我的吧？以前。哎，对的呀。No problem。真的不，这是我小时候的穿的裙子，这个不要了。哎，这要的。这个谁穿？这我穿呀。你不要穿这个。我穿，我有一件白色的。有更好的，我给你准备更好的。这个也不要带了，这也是我小时候的。这个是我小时候的，对不对？这也是很长时间了。没很长时间。你看，这都起球了。这件衣服都已经最起码有30年了。这说明勤俭节约是一件好事。是啊，我觉得这个忆苦思甜是要的，但是我们这次去这不是忆苦思甜，你全部带新的，这个是很麻烦。对，就是带新的。这次我们去就全部都带新的，这也很久了。怎么很久了？这个没有我一运就非常好。妈，这也不要了吧？这都多少年了？他带了很多旧衣服，对，有很多还是好几十年前的，最长有30年前的旧衣服。那我觉得，既然来一次云南，然后有一些风景，要穿一些新衣服，然后漂亮一点的，可以拍点照片啊，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啊，只能偷偷的拿出去了。你的证件检查一下，你的证件。有啊。你再 check 一下，你再 check 一下。我 check， 我看过了。我再看一下，侬 check 一下。我用不着 check 了，我已经有了呀，我。你这个重吗？你这个包啊，要么就往上弄一点，你不要弄到一半呀，这多难受。我本身不想个那样子。大家入住新家，我一直看你的节目。春节好，梦姐好，久闻大名，好不好？久闻大名，我非常非常痴迷乒乓球，我很喜欢你这个眯眯的眼睛。卫冕第3次冠军的第3次冠军，希望你的第3次冠军。看了阿姨非常期待。哎，侬袜子侬穿介破上袜子了？哎呦呦，轻一点，轻一点，那次脑浆的。不跳。你瞅你，错别字儿，还是让阿姨懂吧。希望潇潇在我面前不要那么强。
妈妈的肩膀是可以依靠的，虽然给不了助力，给不了托举，但是可以抱一抱。在右肩上长了一个痘痘，这么大，清了30毫升的脓出来。妈妈让我觉得有点心疼，有点感触到。我会让我觉得我自己很失败，作为她的女儿，因为沟通上有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选择不沟通。我妈基本上没有什么赞美过我，就几乎没有，从小到大。看太远了，我就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事情。她承受了太多太多。大家好，我是石宇，欢迎来到母女关系探索中心。通过先导片，我们看到了非常生动、有爱且立体的母女形象，相信大家可以从她们当中看到自己家人的影子，从而引发更多关于母女关系的思考。一个家庭作为社会最小的单位，家庭的和谐和稳定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而母女关系又是一个家庭非常核心的关系。程潇和妈妈的相处呢，看起来没有剧烈的矛盾冲突，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察到他们之间的那种陌生感。出现不熟这种情况呢，很可能是跟女儿未成年就离开家有关系。那程潇跟妈妈相处当中是有几年的断层期的，回国已经成年了。由于成年女儿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关系和认知框架，那和妈妈产生一些发展性的错位，确实就会容易出现沟通上的障碍。梁安旭应该感受到了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他来节目的诉求是想和女儿干一架，来打破现在的疏离状态。他和女儿谁会先迈出去这一步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有一个阿姨其实真的是好很多，而且现在年纪大了。No, that's wrong, that's wrong。看到黄圣依和妈妈因为请阿姨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和很多老年人抗拒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不服老，也不希望有陌生人介入他的生活，破坏他的秩序感。建议黄圣依可以更多的去看到母亲的真实诉求，承认请阿姨是女儿希望通过求助外力来缓解自己没有办法长时间陪伴照顾母亲而产生的愧疚感。我的妈妈是一个严母。我们看到陈梦的妈妈庞敏是一位严厉的母亲，大家可能会好奇，这种严厉为什么没有影响到母女关系呢？例如，妈妈当时每周都会去外地看望陈梦，像这种细节都会让孩子确认妈妈是爱我的。这时候，孩子就会把严厉的管教解读为善意，而不是妈妈对自己的否定和攻击。包括生活当中，爸爸对陈梦无微不至的爱和鼓励，甚至还会记得女儿的种种喜好。那这些都是陈梦从家庭当中获得的自信与底气。受不了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李嘉格和妈妈薄永霞，他们是看似有争执，但其实是爱得非常深的一对母女。他们一直在情绪里面打转，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解决问题阶段的。是女儿是妈妈，其实是一面镜子，通过几对母女之间的点点滴滴、细枝末节，让我们去看待自己和我们自己身边的关系。这在心理学当中叫做替代学习，也叫观察学习。这对于解决自身的母女关系问题会非常有帮助。接下来呢，在旅途当中会发生哪些？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途日记，上百度搜索“是女儿是妈妈”，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 YY 直播。